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2.23，收盘价是182.9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4.22，最低价是在178.2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373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7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启下行的走势。MACD 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，它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上涨到高位，然后出现回档的一个位置。通常蜻蜓线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；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低的位置，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呢，那股价将开启下行的走势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24日这根蜻蜓线，在盘中我们会看到它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跌到低档之后，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将股价拉抬，最后收在相对高的位置。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它的收盘价没有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不能站上它的前高，那么后续股价下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4日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了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80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是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92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187.5附近。实际在5月24日收盘价是在182.9，出现了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180.5的收盘价，在点位上相差是较大的，但是本质相同，就是收盘价的位置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日后下行的几率较高。那因此呢，后续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5月2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那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4。那跌破164，就是要瓦解自
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。当然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，同时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178附近，它将是后续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对，那164如果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，跌破152的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下跌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，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那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5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93。那因为这是一个天剑线，那天剑线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所以股价如果要继续上行，必须要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所以我们把第一个目标设在193，就是这根天剑线的最高。那如果能够站上193呢，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回档，那日后如果能站上193，叫回档成功，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07和217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217呢，那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上涨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上行。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位置，就是股价如果站上193之后啊，200的关口，就是整数关口，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。那对于5月25日盘中，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，我们继续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84到186之间。那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的下限184。它正好也是前面这根蜻蜓线的最高。那关注这个位置的原因，就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，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它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也就是说，这根蜻蜓线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所以盘中我们关注184，那这条线我们不变。185呢，我们回顾一下，它是2月16日最高217和4月27日的最低152附近。那这样一个下行的趋势或者叫走势，它的中线在185。这将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。那我们之前是把它作为本周的观察线，我们继续保留185的这个观察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在5月25日盘中要关注的点位184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应该是有3个多头的持仓，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。在5月17日的收盘价174附近5%建仓，目标是178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我们在5月19日给出了加仓的建议，它的收盘价是180附近，是10%的加仓，目标位是185。然后如果没有出场，在5月22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189附近，
我们给出了5%的加仓建议，目标是193。好，那么如果这个仓位没有获利出场，继续持有，我们在5月24日给出的止损位，盘中的收盘的止损位是在182附近，也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5月24日的收盘价是182.90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屏幕的左上方 MA5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是182.914，那么收盘价低于5日均线值0.01个点，那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我们说虽然我们在之前视频给出过是守182，但是我们说的是估算值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那收盘价生成之后，现在5日均线值也被确定，并且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在技术上的纪律是这样的一个仓位是要必须出场的。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一下，这是对于短线操作。对，好，那么对于长线操作，可以说我可能预计，这样一根蜻蜓线呢，有可能会变盘向上。那么，我能够接受，目前的这样的，如果继续下行，我能够接受这样亏损的成本，那么守长线，我们可以守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在5月25日是在172附近。对，当然日后这个20日均线值会逐渐的升高，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，守短线操作是必须要出场的。如果是想转为中线或长线操作呢，可以守20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第一个仓位的描述。那第二个仓位是在5月17日没有进场，那到了5月19日，我们是给出的180%的进场，5%的仓位进场，当然目标也是185。如果没有出场，在5月22日的收盘价189这个位置有5%的加仓。那在5月24日，同样我们给出的是短线守5日均线值，如果跌破了，那么现在应该继续出场。但如果想守中长，想作为中长线持有的仓位，可以守20日均线值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说第三个仓位是5月22日这个位置，收盘价189，5%仓位进场，目标是193。如果没有出场，那到了5月24日，我们说是守182，对。那么，我们守5日均线值，那么跌破了，目前应该出场。如果说我不想出场，对于这个最后进场的，这个仓位，那么它不应该是守20日均线值，守长线，它必须要出场。如果说，我们说在技术上是必须出场的。如果说我还想持有，因为这样的蜻蜓线我们是要看多的。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是盘后时段，目前盘后时段的价格是184.85，那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可能会促使股价去上涨。那么对于最后进场的这个位置，我们还有一个技术上的止损位，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
最低，也就是180附近。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想出场，那可以守180这个位置。也就是到180是必须要出场的，我们指的是最后一个仓位的进场。好，这是我们依次对之前的3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那在我们视讯当中，我们只给出止损位，因此目前这个3个仓位应该都是被出场的。那在日后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将不再描述这3个仓位。那么我们会在有技术上的进场位的时候呢，我们再给出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好，这是对之前3个多头的描述。那对于5月24日出现的这样一根蜻蜓线，说在它的收盘价，我们有没有进场叫做强反弹的这样的建议？我们说没有，因为它的收盘价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如果这根蜻蜓线站上了当日的5日均线值，那我想说，在这个哪怕它收盘在183，稍稍高于5日均线值一点点，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位置，在技术上都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然后可以守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目标位可以是185的上方，但是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是量缩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样的进场抢反弹在技术上的概念的一个说明，或者说是进场抢反弹条件的说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来说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我们认为在5月25日开盘之后184开始到上方的185会有空头的建仓或者是加仓，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178，甚至是下方的20日均线值172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93。这是第一个空头的建仓和加仓的位置。另外，如果股价开盘之后上行，继续上涨，我们认为在185上方一直到上方的193，在这个区域，随着股价的上涨，越接近193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区域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在这个地方空头的进场，他们的目标位依然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178。那在这个区域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200整数关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4到186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93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00关口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77到178之间，它涵盖了前低，也包含这个50日均线值。好，第二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72附近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
我们给出5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或者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，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82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也就是这个横盘向下，我们认为会继续出现一个类似于蜻蜓线的这样一个线型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那出现反弹，我们会给出2个反弹的位置。我们先说第一个位置。那如果出现反弹，第一个位置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3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2的，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它也应该是高开盘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弹呢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 K 线。对，好，这是反弹的第一个点位。那第二个反弹的点位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.5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1.5，收盘会收在191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上涨呢，我们认为它的条件是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，或者叫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